美军印太司令部强调避免与中国打仗，是没准备好呢，还是真心的？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近日，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约翰·阿奎尼诺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组织的活动上表示：“我一再请求与中国军方进行交谈，但尚未获批。”他强调，目前风险太高，冲突代价也太大。他随时准备与中国军方高层会面，定期进行坦率和公开的对话，甚至还说出了印太司令部的任务是避免冲突而非挑衅。当然，在说出这样的软话的同时，阿奎尼诺在会上也没有忘记威慑中国，希望中方应该从俄乌冲突中认识到没有速战速决的短期战争，一旦开战势必会付出惨重的代价。那么现在的问题是，阿奎尼诺以中国避免冲突的说法是真心的吗？其实很可能是真心的，因为对中国进行军事威慑是一回事儿，直接下场干涉台海事务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因为美国无法承受失败的后果。美国印太司令部对华军事战略的核心就是一边对中国实施威慑，一边与中国军队保持良好的沟通，避免中美两军擦枪走火。这样才能给美军进行军事改革留出足够长的时间。所以，中美在印太地区将会进入一个长期的军事竞争态势，或者说是新常态。其主要的表现特点就是相互秀肌肉，但是呢，又不会真的打起来。当然，美国军队没准备好才是其最根本的原因。首先，美军的印太作战连基本的联合作战司令部都没有。虽然美国设立了一个印太作战司令部，但仅仅是一个空架子。实际作战时，各个军兵种都是独立行动的，根本无法与中国这样的现代化大国打一场大仗。所以，我们看美国是否真的准备好武力干涉台海，有一个最直观的指标，那就是要看美军是否建立了印太联合作战司令部。其次，美国军队的改革并未完成，也就是推动分布式杀伤链的改革。这里面涉及到增强美军基地的防护，增加岛链机场，陆军要建立起特遣作战部队，空军则要演习快速部署的能力等等。这些改革说起来简单，实际推进困难重重，似乎进展并不大。最后，美国在印太地区投入的资源相比于解放军远远不够。美国在中国家门口作战面临的战略短板几乎无解。要准备与中国打仗，就得在印太地区部署足够多的军舰、飞机和潜艇，要建立联合作战部队，要建立大型的弹药库。除此之外，美军还要在远洋作战补给方面准备足够多的商船。就目前的情况来看，美国的印太战略投入的资源是远远不够的，或者说，印太美军与解放军的发展速度相比，越来越处于弱势。至于美国未来敢不敢武力介入台海事务，最终仍取决于中美两国军事竞争的结果。美军能在中国家门口维持多少航母军舰的活动，有没有能力应对中国的东风快递对第二岛链美军基地的打击，有多少美国的盟友愿意帮助美军下场，中美两国的经济实力的对比等等，这些都会最终影响到美军印太司令部的使命。就目前的情况来看，美国的台海战略就是推动台湾岛的次维化，也就是发展非对称的作战能力，用代理人战争的模式阻止两岸的统一。美军当前的作用就是通过军事威慑遏制中国大陆可能发起的武统。总之，中美在印太地区的军事竞争将会持续几十年，而美国将因为造船军工的衰落、高超音速导弹的缺失，难以夺取制空权，而陷入持续的焦虑之中。对于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想和中国沟通的请求，估计还是会被解放军晾在一边，因为美军在中国家门口挑衅，如果不停止，那么双方保持沟通只会助长美军的嚣张。当我们的实力到位之后，还真没必要惯着美国人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